哎，这是什么？可以摸哎！Oh shit！ 各位观众老爷，你们好啊！我是50素炒饭。养眼的人物建模、壮丽的背景美术、华丽的技能特效，或者只是喜欢玩水枪。每个人入坑明日方舟周末地的姿势不尽相同，而对于老范我来说，那肯定是拉电线。哎，这个电线是穿模的，我就知道这个角度可以拉过去啊。而当我终于压榨出4号谷地最后一丝矿脉，磨磨唧唧来到50城下，那个女人的出现让我猛然发现，还挖什么矿？这游戏玩的是 NTR 呀。那怎么去解释鹰角有哪些设计，如何做出这一盘前人文学大餐的？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从人物入手，这样既不会特别剧透，也能看得明白。毕竟3个人一台戏啊，这妹子不构成威胁。千羽更新信息已录入。管理员，游戏中的玩家化身，什么周末地的神秘领导者、塔维尔的传说守护者，这些虚名都不重要，只要知道你掌握独到的原始技术，这种能力不仅战力出众，还可以高经济促发展。你曾是一代大侠，锄强扶弱，拯救苍生，然后就睡了10年，醒来以后失忆了。能力遭受很大程度封印啊，但在关键的时候，我只该装逼的时候切个号什么的。啊，看上去还是很牛皮的。总结来说，全地图直接认识你的人不多，但读过你的故事、留言乃至夸张到没谱的传说的人很多。其带来的结果是管理员被人喜爱程度100%，走路回头率100%。就这么说吧，连熙壤一块土他都记得你，因为熙壤依然记得你。然而，你不记得全地图所有人，什么羁绊啊、背负的使命啊，全都忘掉。但妹子有难你帮忙，妹子沮丧你打气。什么不是妹子？那又有什么关系？哥，你脸红了。比起还有康复训练的原始技巧，管理员撩妹的技术是一点没生疏。第一招，距离控制，在很多人物对话中能看到，说到关键之处，管理员都会上前一步，瞬间拉近的距离让空气温度提高，并直接给对方单体挂上一层原始结晶。紧接着第2招，说人话，我会帮你的，大当家。和很多二游一样，管理员一般在非 CG 的游戏剧情中话都不多，主要靠文字，但只要他开口，别担心，会有其他人来到你的身边，你不会独行，则必定是走心。CV 的发力一击就能消耗掉之前的原始结晶，打出 double 伤害。第3招，也是我觉得最阴毒的，每次对话的选项2选1还是3选1，细细品味都能发现其中一个回答或多或少都有调情的成分。而当你参悟到这点后，选下他说话的妹子都会给到你期待中的反馈。没错，这就是玩家和管理员打出的连写机。记忆没了，肌肉记忆还在。管理员本质的魅魔属性是带入 NTR 女主位的先决条件。佩丽卡，周末地工业监督和官方发言人本作的看板娘。曾经管理员是上级，他是下属，两人组队出生入死，生死与共，你就猜吧。现在佩丽卡为你接生唤醒，管理员由我守护。看，给削这么大个屏幕，这是亲妈呀！佩丽卡妹子对管理员的保护欲有多明显呢？多说无益，你就看她的眼神，无论遇到个什么事儿，再进行什么对话，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还有这样的。佩丽卡在事发的那个瞬间，哪怕这个事情其实和他没什么关系，第一时间看向的肯定是管理员，眼神拉的那个丝跟常驻的一样。最近的距离，最深的羁绊，在游戏 1.0 漫长的剧情中，佩丽卡在后宫或者队伍中的地位无疑是超然的。同公司认识管理员的级别没他高，外面技术力出众的更喜欢忙自己的事业，哪怕碰到一个能打人气还高的小红帽，也是第一时间过来秀秀表忠心。再说了，这个游戏海外是要同步发的，试问你想干什么？那至于同样同行的这位不构成威胁，
所以除了要防着点镜头不多的闺蜜 M3， 佩丽卡可以放心大胆地带着管理员在4号谷地随意溜达，帮他找自己。没有人能撼动他俩的关系。但来到50，一切都变了。除了马上会提到的庄芳宜，包括自来熟的小偷猫汤汤，还有看似不好相处但100%听从管理员命令的绝，这些主线上必定会接触到的美角，对管理员的战力比起4号谷地的都强上太多。除此之外，更直接的威胁是这个沉浸式模式。游戏指定队伍人员搭配来实现剧情和战斗的丝滑转换，这个设计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。但你看啊，每次这个弹窗一跑出来，后面无论是和小贼猫在山寨中玩双人成型，还是和庄管带在地下玩命焚裂隙，甚至和敌对的白发美男安达希尔梦里相会，沉浸式剧情的出现就代表着接下来的剧情没有其他人参与。佩丽卡除了能发短信隔空查个房，只剩下事后苍白的问句。联系阿达希尔做了什么？跟我走吧，天亮就出发。没什么。我自己在玩的时候就一直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沉浸式剧情一定要让我确认一下，发个通知不就好了？后知后觉看，这是官方在提醒你，前方大量拍拖发糖偷人剧情，请带入佩丽卡视角愉快欣赏。现在一个魅魔主角，一个保护欲很强但不得不拉着主角巡游四方的正宫，这局只差一个好的对手。50科学发展区总管带熙壤新材料项目负责人，会打雷更会变身打雷的 1.2 版本无可置疑的女主庄芳宜。撇开她个人的强度啊、人设这些的，她的定位一句话就是来抢人的。你又拽我。1.0 版本后期，主角一行人来到50城下，刚好碰上了天使袭击，本可以用天使装炮轰，但庄芳宜以变身的究极形态出现，一发秒了所有天使。稍后剧情的解释是，熙壤不够了，我得自己上。等一下，先不求证是不是真是如此啊？就这几个破烂水花子，管带你来，你还变身来？水花子为我发声。但从 NTR 的角度上来看，这第一步敲山震醍醐，展现实力尤为必要。这一身连体紧身衣，官方都知道很危险，就算抽到了正面都不敢给你多看。拍照可以，类似于短视频前3秒吸睛的钩子。这边要钓的是一只失忆的企鹅。之后一行人来到总庄和庄芳宜正式会面，咱乡政府的 head office 见这么气派而不是腐败啊，实用还是有的，不剧透。这边庄芳宜对上佩丽卡，你是帝江号总管事，我是50行政区代表，政治地位平起平坐。接下来一部实验室，庄芳宜又展现了除了战力之外自己的管理以及科研能力。就在管理员对上他说话的第一句，这话倒的确像是您从前会说的，言下之意就是我和你早有交情，战力、地位、能力羁绊、任务目标全都不输佩丽卡，甚至身材还有一说一，这些只是抢人大战的入场券而已。真正让庄芳宜成为这前任文学大戏的主角还在对立感。佩丽卡监督，这段时间不如让我带管理员在中心实验室参观一番。从下定决心宣战，佩丽卡试图反击，陈千羽直觉报警不掺和，庄芳宜顺水推舟拿下管理员使用权。你看佩丽卡这个小眼神啊，他哪受过这个气啊？更过分的是，上了2楼，庄管带还利用职务之便悄悄给佩丽卡塞上了更多工作，加上一层保险。之后我说什么来着？开启沉浸式模式，开开心心的拉上管理员赏花健身速当面。庄芳宜请管理员去全面接管首庄的危机，佩丽卡表示，管理员，我不希望你勉强自己的身体。话音刚落，庄立马接上，当然我也不会让管理员孤军奋战的。舍不了工位套不着女魔头，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过后，佩丽卡表示，庄天使应该休息了。庄芳宜这个时候其实确实已经印堂发黑了，但还是要拒绝。然后管理员还选择在这个时候 CV 发力。那你自己呢？我
你能感觉到庄方仪性格上的温婉和坚韧，行动合理也谨慎，但同时感情炙热盈满。如果你认为熙壤还记得你仅仅指的是熙壤，他问管理员感觉武林怎么样中的武林真的是武林的话，那你绝对少玩了50块钱。于是从技术部2楼的大婶，坐在公园里的学生，跑步路过的 NPC 小哥，是你今天不是一个人，甚至是卖奶茶的都能看出来啊！第2杯半价，哎呀，送给你们了！1杯毒瘾开怀，2杯开启幸福。小哥太想进步了。通过他自己的发挥，从其他角色亦或是路人的帮衬助攻，再加上该有的滤镜 BGM 合体大招一起招呼上，庄方仪克制但不隐藏的情感的前女友的塑造堪称一绝。我还是做到了。而对面管理员也没有让人失望，了解妹子孤身犯险，立即狂奔追去啊！当我以为会是一段错失的悲剧时，电梯门亮，管理员早就在那里等待同行。要一起走吗？傻呀，没看到对面那么大个协议传送站吗？庄方仪的故事会不会有后续不确定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样成功的前女友挑战者还会不断增加。佩里卡妹妹想要管理员能回忆，就要头上有点绿，没啥，大概率以后庄方仪也会加入败者组。问就是，黑面煞，没想到你这么受欢迎啊！